如果你反推7年之前的某一天，在天上有多少架航班在飞行，有多少架战斗机在飞行，只要你查到它的源头，是吧？有记录的航班，那么就有可能根据这些数据推算出那些没有记录航班的飞行路径，从而呢找到这架飞机。马航 MH370 航班最近有消息了，英国的一位工程师对媒体声称，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已经确定了马航 MH370 坠机的位置，它位于印度洋4000米深的海底。据国内外的媒体报道称，说英国航空工程师理查德·格弗雷在11月30日发布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呢，他提到他使用了一种革命性的跟踪技术，最终呢发现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客机的坠机位置。据格弗雷说，马航 MH370 航班在澳大利亚帕斯以西1900多公里外的水域坠落，其位置呢是在南纬33.177度、东经95.300度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水深比较大，该机可能处于海平面以下4000米的一个地方。那么它是怎么算出马航 MH370 航班的坠机地点的呢？该机失联的当天，曾经最后一次以海事卫星进行了沟通，发射出了一组握手信号，然后呢就消失在印度洋上空了。那么现在分析判断呢，它肯定是坠毁了。那么飞机坠毁在什么地方？很多国家派出了军舰、飞机去搜寻，最终呢没有获得确切的结果。格弗雷认为呢，该机是坠落在印度洋的洋底底下的一个断脊的底部，而这个地区呢充满了峡谷和水下火山，地形相当的复杂。但是他表示十分有信心能够找到该机的残骸。格弗雷表示，他是通过大量的数据，然后利用一种新的算法做支撑，从而确定了它的坠机位置的。他还表示，在此次研究中，包括海洋学、漂移分析、波音公司飞机的性能数据，以及现如今这个新技术，都指向了印度洋上的这个位置。该位置的确认，应该说和我们过去在印度洋水域寻找马航 MH370 的位置呢，差别比较大，距离呢比较远，因此他认为呢，过去的搜寻由于位置没找对，从而做了很多无用功。那么他现在确定这个位置，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那他采用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确认马航 MH370 航班的准确坠落地点的呢？利用通讯网络。国际通讯组织曾经搞过这么一套系统，就是一些通讯爱好者可以用弱通讯信号进行远距离的沟通。那么这些电台分布在世界各地，两点之间的通讯肯定会有电磁波。那么这个电磁波布满了天空，那么一旦有一些飞行物穿过这些通讯的网络，或者是通讯的丝带打引号的丝带，就有可能造成扰动。那么这个扰动如果被记录下来，再做相应的分析判断，就有可能确认该机是什么飞机。比如说天上当时飞了很多的航班，这些航班其实呢都是有记录的，都是要报备的。那么如果你把这些已知的航班排除掉，那么这剩下的扰动就有可能是一些未知的飞机所造成的。那么当天这架马航飞机失联的时候，在印度洋上空航班呢并不很多，
因此，这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航班中呢，把它分析出来，然后呢，通过它最后一个扰动点所在的位置，就可以确认它在这片海域实施了。那么这个理论其实呢，有点像无源雷达探测空中目标。无源雷达呢，探测空中目标呢，也是利用大气中的电磁场，因为大气中充满了电磁波，包括电视台、广播电台以及各种各样的无线电通讯系统那么这样的一个电磁场一旦受到扰动就会产生一些信号，比如说隐身飞机穿过这样的电磁场，就会产生一些散射。那么这些散射被无源雷达接收到，特别是多部无源雷达的接收机接收到，就有可能对它做出一个定位。当然，这个定位可能不是那么很准，但是我知道隐身飞机来了。那么马航 MS-370扰动了一些无线电的通讯波，是否就能够确认它的航迹以及坠落地点呢？从理论上讲，似乎有道理，但是7年过去了，你怎么能探测到7年前的这架飞机飞行的过程呢？好在该通讯系统在2个小时之内呢，要进行一次全盘的收集和整理。那么这些数据可以说就变成了历史数据。如果你反推7年之前的某一天，在天上有多少架航班在飞行，有多少架战斗机在飞行，只要你查到它的源头，是吧？有记录的航班，那么就有可能根据这些数据推算出那些没有记录航班的飞行路径，从而呢找到这架飞机。这位英国工程师所提出的这个方法，其实呢过去也有人做过探索，但据说呢无果而终，因为搞起来是相当复杂麻烦的。但是呢，他号称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算法，那么通过这个新的算法，再结合通讯网的相关的信息储存，就有可能最终确认该机的落点。对于他的说法，很多专家表示怀疑，认为难度太大，误差也太大。但是我们不妨根据他的提示，到那个海区去搜寻一下，有还是没有，其实很快就会有答案。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